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哥，你的理财路上最坚实的伙伴。之前我们有聊过什么是 ETF，其实 ETF 的种类超多，很多的标的都能直接透过 ETF 进行投资。相信有很多伙伴们甚至不知道有这些可以投资。凯哥帮大家整理出来细讲，到底有哪些，还会解释一些专有名词。看完这支影片，就能清楚自己应该要怎么挑 ETF 了。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首先是大盘指数型的这一类也是最常见的，比如说0050，它是追踪台湾市值最大的50档股票。优点就是最能够代表台股的整体表现，缺点它就是股价比较高，成分股很集中，而且台积电的影响会比较大，它的占比太高了。还有就是006208，它是跟0050类似的东西，只是追踪方式有一点不一样，它比较适合想要分散投资可是不想买0050的人。再来还有像0051、0052、0057这一类的中小型服务，有些是追踪中型100小型的公司，那它的优点就是有机会享受成长股的红利，缺点就是波动性当然就会比较大。另外还有在台湾挂牌可是追踪国外市场的类型，跟美股相关的，比方说00646，它是追踪 S&P 500的；00762就是全球 AI 的；00907也是追踪 AI 的。所以其实台湾的 ETF 也有不少是可以直接跟美股相关联的，可以直接投资美股的指数或者是主题。那也有追踪中国跟亚太相关的，比方说老牌的0061元大保护生，或者是00752，还有00882这一类的。再来还有全球市场型的，比方说00757跟00923。757这个的 FANG 指的是尖牙股，就是脸书、苹果、Google 这一类的尖牙股，就是科技巨头。第二大类是高股息的 ETF， 这也是近年来很受台湾投资人欢迎的种类，因为大家都喜欢配息嘛。比较大的像是0056元大高股息，它是比较老字号的。像这一类的 ETF， 它就会挑选未来一年预估股息、殖利率高的公司来做投资。那特点当然就是股息稳定，成长性稍弱，因为成分股里面比较容易会有配息很高的，可是股价表现却没有这么好的。再来就是00878，它是高股息加永续经营为特色，分散程度比056好一些。再来就是00900、00919、00929这一类是近年爆红的新高股息 ETF， 配息频率更高，有些甚至还有月配，主要是要吸引一些纯股族。可是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风险，高股息 ETF 不一定能兼顾成长，常常高配息可是股价没有涨，甚至股价还要倒跌掉的。它比较适合喜欢现金流的，或者是固定想要领钱的人。第三类就是产业型 ETF， 它主要就是集中投资在某个产业，比方说像科技类的00830、00881、00927这一类的，它就是比如说跟 AI 有关的，跟5G 有关的。还有像是金融类股 ETF， 比如说像0055。不过凯哥这边建议，金融类股的 ETF 其实直接找金融类的个股就可以了啦，因为毕竟台湾的金融股也没有很多嘛，直接上网做个功课，其实不太需要到分散风险的地步啦。然后是传产类型的，比如00907这种类型是属于比较防守类型的。像这种产业型的 ETF， 好处它就是集中火力，缺点当然就是它的涨跌会比较更剧烈，它是适合看好特定趋势的投资人。然后还有像是主题型的 ETF， 它通常会锁定一个投资题材或者是趋势，比方说 AI 人工智慧就是00927，还有像是电动车，比方说国泰全球电动车00893，或者是00895富邦的未来车，还有像是原物料跟黄金类的，比方说00635U，它就是追踪黄金的；00708L，它就是追踪原油的；00715L，它也是追踪原油的。它主要是能够提供黄金、原油、能源这一类的大宗商品的投资管道。如果喜欢投资黄金的投资朋友们，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投资哦。再来就是债券型的 ETF， 它适合比较保守或追求稳定收益的投资人。比方说像台湾公债都有00719B，还有像00679B，就是美债的这一类的专门追踪公债的。还有像公司债跟高收益债，比方说00772B、00773B，或者是00738B 这类追踪的就是公司债或者是一些高收益债的部分。最后一类就是杠杆反向的 ETF， 这一类的风险比较大，不太适合新手。比较有名的像是00631L，也就是正二，
特点它当然就是涨幅放大2倍。那反向的就是有00632R，也就是台湾50反应，它也可以拿来当做避险的工具。可是像这一类的，其实凯哥都不建议长期持有。美股那边甚至还有杠杆3倍、4倍的这一类的杠杆，伙伴们要使用自然就要特别小心咯。那分类大致上讲完了，那我们要怎么选适合的 ETF 嘞？首先要先看投资的目标。如果是要纯退休金，那比较建议大盘类的或是高股息类的。如果是要抓波段的趋势，那就是产业型的或者是主题型的。那比较保守的，自然就是选择债券型的，短线进出快速看到成果的，那就会选择杠杆跟反向了。然后是风险承受度，比较保守型的就是大盘啊、债券啊，那比较积极型的就会选主题跟产业。ETF 的世界真的很精彩，记住一句话 ，ETF 没有最好，只有最适合你投资目标的那一档。透过不同的种类投资，也非常适合把风险进一步再分散，来稳健累积财富哦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咯，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有帮助的话，记得帮凯哥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谢谢咯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。